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境外投资圈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嘉信理财的借记卡不能够申请了。嘉信理财可以说是目前对于中国居民非常友好的一个美国的本土券商了。只要我们有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就可以顺利的申请到嘉信理财的账户，而且嘉信理财还会免费的给我们发放一张借记卡和一个支票本。这个借记卡可以说是一张神卡，它可以在全球任意的国家和地区来提取现金，取出来的就是当地的货币，而且完全没有手续费，而且汇率也非常的友好，不会赚我们任何的汇率的差价。所以说这张卡的热度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高的。但是自从8月1号开始，嘉信理财推出了新的政策，中国身份可以正常开户交易股票和证券，但是不能再发放借记卡了，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惜了。那么目前有没有嘉信理财借记卡的替代品呢？答案是肯定的。我早在1年前的时候就向大家介绍过另外一家美国本土券商富达基金。炒美股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巴菲特，那么如果对于美股有研究的小伙伴肯定就会知道彼得林奇，而彼得林奇就是富达基金的基金经理。富达基金目前它是一家私人公司，没有上市公开交易，这主要是因为富达基金的资金充足，就像美国第一大基金公司先锋领航一样，他们不需要通过上市来募集资金，每天都会有人排队来他们公司来开户，把钱交给他们来管理。如果说我们开设富达基金的现金管理账户，我们的资金有没有安全保障呢？答案是肯定的。所有存入的资金都会有美国的存款保险。富达基金和嘉信理财一样，也会免费的提供一张借记卡和一个免费的支票本，一共是有4本100张支票。它的借记卡也是支持在全球任何的地方来提取现金，也是免手续费的，也是不会赚取我们任何的汇率差价。除了这些之外，富达基金的现金管理账户开户成功之后，可以得到一个全功能的美国的支票账户，可以用来接收电汇或者 ACH 转账，都是免费的，尤其是电汇也免费，这点在美国的银行中非常的少见。其次，这个支票账户也可以用来美股出入金，还美国的信用卡，可以说是只要支票账户能够做到的事情，富达基金的现金管理账户都可以做到。但是富达基金的借记卡的热度它是一直没有嘉信理财的热度高，主要是因为富达基金的开户门槛比较高。富达基金它主要是服务于美国本土的居民，它不接受中国的身份证或者护照来开户。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了，那既然不接受中国的身份开户，那你介绍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个人目前的身份也是中国大陆的居民，但是我在1年前的时候就已经顺利的申请到了富达基金的借记卡，还有这个支票本。那么我是怎么样申请到的呢？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去演示一下富达基金的账户如何去开通，如何去申请借记卡以及申请支票本，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我们开始吧。申请富达基金的账户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呢？其实准备的资料并不复杂，主要还是我之前向大家介绍过很多遍的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美国数字移民套餐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为了方便人在中国的小伙伴来申请美国的金融服务。美国数字移民套餐主要包含4项内容。首先就是美国的实体手机卡，主要是用来接收短信验证码，或者说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打电话。这里注意，必须要是实体的电话号码，不能像是 Google Voice 这类虚拟的号码。目前在中国大陆最推荐大家使用的就是 Ultramobile 旗下的配购手机卡。这个手机卡在中国可以漫游使用，每个月的月租只要3美元，而且还送100分钟通话和100条短信，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了。第二个是美国的私人地址。美国的私人地址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于我们海淘使用的那种商业转运地址，私人地址其实相当于美国的住宅地址。我们申请美国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的时候，必须要提供私人地址。如果是商业地址的话，银行会直接把我们的申请拒绝掉的。关于美国的私人地址，我个人使用的是 Anthem Mailbox 这家的服务，我自己也使用了有3年多的时间了，个人觉得非常稳定。
美国数字移民第3点是 ITN 美国个人税号因为我们在网上申请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的时候，必须要提供一个身份证明文件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申请的就是提供身份证，在美国申请的话就需要我们提供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 SSN 但是像我们人在大陆肯定是没有 SSN 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来代替 SSN 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那么关于 ITN 如何去申请 ITN 会不会影响税务，会不会有什么身份的风险会不会影响我以后移民这些的话我之前也做过视频来详细的介绍过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跳转了解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的第4个内容就是美国的独立 IP美国独立 IP 可以帮我们把网络环境模拟到美国，很多银行它只是接收在美国本地去申请的使用美国独立 IP 我们就可以绕过这个限制来申请账户如果说还没有美国数字移民套餐或者想要办理的小伙伴，可以直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有了美国数字移民的4项内容之后，就可以跟着我下面的教程一起来申请富达基金的账户啦有时候富达基金它会有开户奖励，比如说我当初开户的时候就有存50送100的奖励，如果说小伙伴们不着急的话，可以等到有奖励的时候再开户申请的步骤其实很简单，就是填资料，我们直接点击开设账户，这边有很多账户类型，那么我们到底需要开设哪个呢如果说你只是想要一个可以免费取款的借记卡，那么就开现金管理账户就可以了，其他的退休账户对于我们中国居民是不适用的，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投资账户的话，实际上并不推荐使用富达基金的账户，建议大家去使用盈投证券或者嘉信理财都是可以的。我们就直接开现金管理账户就可以了，点击现在开户问我们是不是富达的客户，我们选择不是，我们点击下一步，这边的信息大家自行去填写就可以了，全部是英文填写比如说我叫张三，那么我就填写3张，社会安全号码就填写 ITN 号码就可以了，生日也填一下，然后国籍选择中国，电话号码就输一个美国的实体号码虚拟号码像 Google Voice 是不可以的。邮箱的话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邮箱，接下来输入自己的美国私人地址，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然后系统就会进行审核像我这边因为是随便输的，所以说没有通过审核如果说证件是正确的话，注册是实时就可以开通账户的当然开通账户之后是没有办法马上转账的，必须等待客服审核结束之后才可以继续进行转账审核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当我们的账户申请完成之后不需要等待审核通过，就可以直接登录后台，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账户号码，点击账户号码旁边的3个点可以找到 routing number AB 号码以及下面的账户号码，这个账户号码是可以用作全功能的支票账户的。首先这个账户可以接收来自美国境内和境外的 ACH 和电汇的收款，其次它可以用来接收美国的收入，我们可以用这个账户来炒美股，进行美股的出入金操作。值得一提的是，富达基金账户所有的 ACH 费用都是免费的，并且相较于其他银行，通常每笔电汇都会收取约$25的费用，富达基金的电汇也是免费的，汇收后在工作日当天就能够到账。在管理现金的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总资金、可用的资金，还有年利率是 2.69%， 还有支票账户中，这个在支票账户中算是很高的利息了。富达基金会把资金存入和他们合作的银行账户，是有 FDIC 保险的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到今年为止我们一共赚取了多少的利息在这里可以看到 ATM 手续费的报销金额如果是在美国境外取款产生了 ATM 手续费，富达基金会自动的进行报销不需要手动操作。我们点击管理借记卡，可以看到相关的操作，包括更换卡片、管理密码、锁定卡片、关闭卡片以及查看交易记录卡片不需要额外申请，账户批准之后，富达基金会自动的把借记卡寄送到我们开户申请时提供的美国地址一般情况下2周左右就能收到。
借记卡的初始限额不是很高，例如默认的限制是每天取现520美元，也就是人民币3000多元。对于我来说，这个是已经足够了，特别是在国外取现，通常只是应急操作如果觉得不够用了，可以联系客服提高。如果说有需要支票本的话，我们可以点击页面上的支票订购。初次订购的时候就要我们填写一个申请表，申请表的内容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这边去填写名字，填写账户号码，然后在下面的选项中选择一下支票本上面想要显示的内容，我们勾选第一个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在下面的位置上签上名字，写上今天的日期就可以了。如果是联名账户的话，需要所有的账户持有人都签字和写日期如果是自己持有的话，只需要一个人签字就可以了。这个表格填完之后上传到系统里，接下来的话大概在2周内的时间就会收到一个支票本。以上就是富达基金现金管理账户的开通说明，以及如何申请借记卡还有申请支票本的一个教程。富达基金目前来说是我的主力支票账户，它的功能和费用都要优于一般的传统的银行支票账户强烈推荐有需求的小伙伴申请一个当然富达的现金管理账户的玩法有很多，如果说大家对于像信用卡还款、券商出入金或者说转账电汇这些玩法有兴趣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或许我之后会考虑制作相关的视频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